奈斯一次。喂，你好。来，奈斯你好。可以，来，奈斯。你好，你好。奈斯你好，来，安安几岁？哪里人？30岁，江西人。江西。现在在国外。哦，在哪里呢？在美国，再细就不说了。好，大家都是不好意思，美国那么大，你讲细一点也还是很大哦。好，江西，在美国的江西网友，好，来，你想说什么？我就是说啊，其实我就是算是来还愿的嘛，因为我大概在3月份还是4月份，就是上海封城的时候上过一次节目嘛。然后当时我说当时我就觉得说封城这件事情会造成非常糟糕的影响，这个对于经济的影响会特别的造成一个特别糟糕的示范。是。后来就不出所料嘛，就是现在的经济就会变得就确实是很糟糕。我给你发2个数据吧，就是我发2个图片。2个图片，一个图片是 CPI 的一个增长的我们看一个这个 CPI 的同比的增长的这个数据，同比，还有一个是那个 CPI 的，就是今年每个月的那个 PPI 的那个同比的增长。我就大概讲这2个数据，然后就差不多了。好，就是我当时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你大概看2022年的，就是说大概3、4月份啊，或者4、5月份这一段时间，大概它的 PPI 的涨幅是在8%左右，8%到9%。第2章嘛，是不是？对，对，第2章。然后我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说，因为 PPI 它是指，就是说，我一个厂家去采购原材料，然后的话我把它制成产品，我的原料的成本增长了多少？是。然后这个是按正常来讲，你的这个成本是会向下传导到你的所有的中下游的，比如说你的供应商、你的代理商，还有最终会传导到那个消费者手里的。所以说，按理来讲，我们去看第1张图，按理来讲，我们的这个 CPI 的应该也会有大概类似的涨幅。我们假设成本会分担掉一些的话，假如说我们说PPI 涨幅是8%，那我觉得6%最后传导到 CPI 手上，CPI 也就是民众的手里面是合理的。等一下，你第2章是 PPI 嘛？第1章是 CPI。第1章是 CPI。好，所以现在先看第2章啊，所以那个 PPI 是这种曲线啊。对，就是大概是在8%左右，然后到了最近2个月就变成负的了。但是你去看第1张图片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那个 CPI 一直大概就是0.几到2%左右。一直在控制。也就是说，它的 PPI 的那个涨幅，它没有向下传导到消费者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手里面。对，那它就是意味着2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这个生产者，他不因为这个很大概率是因为不敢把这个价格的这个涨幅传导到就是这个消费者手里，因为现在的消费者可能不愿意去消费，如果说你涨了的话，他就更加不愿意消费，所以生产者就自愿或者说是被迫自己吸收了这个涨幅。对，那这个东西呢，它就会向另外一边会传导到它的比如说工资，或者说它的这些生产的原材料，或者说是它的扩大生产的意愿方面，它就会缩小。也就是说，在生产者方面，它的那个产生的价值就会减少，而且的话，它可能会因为它的成本的增加，它可能会产生裁员。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上面的这个就是说经济不好，经济就是它就会造成一个经济的一个负面的影响。然后在消费者那一端的话，它的 CPI 在下降。你看到最后，你可以再打开来那个图再看一下，最近2个月的中国的对第1章 CPI 都是负的。都是负的。也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说我们已经在进入通缩了，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一直的加强。所以说我可以说，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的消费意愿是在减弱，甚至是在往后缩的。这句话，这个东西可以理解成我们的消费者对于我们的这个经济的预期是极其悲观的。
才会导致就是说你的通缩的局面出现，尤其是在你要理解说我们的 PPI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涨幅，在去年到今年的这一个是大概10%几的一个涨幅，可能有，最低平均下来也有8%左右的涨幅，但是我们的 CPI 居然还能是负的，你就能知道就是现在的消费的能力有多差，我觉得这是中共为什么要解封的一个原因。OK， 好。但是这个东西的话，我说实话，我觉得做晚了。就是如果说在奥密克戎的，就是第一波上海那一波的话，有一个很好的示范的话，就是说我们体现了我们可以合理的控制疫情，同时的话，我们又可以合理的保护我们的经济的话，采取一个更加容忍这个病毒的这个方式的话，而不是现在突然有一天就告诉你说我们开放了，你们自生自灭就好了，就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我觉得起码就算你现在要开放，你也应该提前起码半个月到1个月去告诉那些生产的厂家，我们需要开放了，所以你们需要生产一些什么样的药物备货，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货物把这个药的话不至于产生抢购或者是抬价居奇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不是说什么我说我今天就要把这个 ICU 的病床数从100个增加到1000个，不是说那种特别困难的那种。我觉得有一些甚至是放出一些风来，然后的话让这个媒体去带风向，说正确的或者说合理的了解奥密克戎的一些它的一些特性都是需要的。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刚刚看到很多人他们就在讨论一个东西，说为什么我们在可能3、4月份的时候看奥密克戎，当时的时候得病的人很少，发烧的人很少，大部分人都是无症状。为什么这一波的时候我们开放了以后发现很多人都得病，很多人都甚至有肺炎的症状。其实这个东西就要讲到说，一个是世卫开始就是说自从奥密克戎开始以后，它的变种开始多了起来，它的主的那个你可以说它的核心还是奥密克戎，但是它的就是它的那个分支开始多了起来。然后现在国内流行的主要是一个叫 BF.5，还有一个是 BA.7的2个变种吧。有其中一个变种的话，它的那个肺炎的那个表现就会比较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拿5月份的数据去看我们现在12月份、11月份的疫情，就有点刻舟求剑的意思。好吗？因为那个时候的病毒可能还是奥密克戎的原始株，现在已经是其中一个变种了，它的这个症状、它的表现都会不一样。好 ，OK。所以说，就是说现在的人就说，你看吧，你开放了以后了吧？之前的时候都是骗我们的，说都是这个没什么症状的，现在为什么大家都有症状？其实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可能我们的这个专家不敢说话，我发现你也可能了解到，就是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的言论控制的非常的严密，导致可能人民日报前一天还在说奥密克戎可能会导致长新冠，美国有100万人有长新冠，第二天就同一个人民日报就会告诉你说我们的奥密克戎没有证据显示它有后遗症。你会看到经常看到这种自相矛盾的，不仅是媒体，还有我们的专家，所有的东西都是矛盾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些专家，他们的研究到底是不是跟得上时代？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理解说是5月份的奥密克戎的原始株的这个病毒给我们的样本提供的一个参考。我们现在是跳到一个新的变异株了以后，这个变异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性？它有没有看国外的一些论文，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些指引？似乎很多的，就是说一些细节的，可以做到的，不是什么，就是美国人说 rocket science，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不是说要你去做一个火箭的那种这种一些铺垫，我都没有看到。然后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我就讲白了，你就是说。很多该准备的你觉得没有准备好，而这些东西不难准备了，是不是这样？对，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觉得我对老公是比较失望的，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在他开放的时候，我有一种小孩子撒气的感觉。
就是我保护了你很久。你不听，你还去白纸运动，你去那个就是开放，有点小孩子在撒气。OK， 我保护你那么久，然后你不知道我的好也就罢了，你还要说什么串通 CIA？ 我们假设说有这个，真的有这个，你还要去串通境外势力去搞我。那算了吧，我就开放吧，你们爱怎么弄怎么弄吧。然后的话，开放的很任性啦，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当然不会，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的角度来讲不会这样子，但是给我一种这种感觉。那我也不是中共的高层，但是我就觉得，反正这个时间点去开放是非常非常诡异的。那我觉得经济的话，现在我觉得是2023年可以我觉得大家都要真的是要学会要过苦日子。经济是很难好得了的，国外的经济也好，国内的经济也好，都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可能大家要做好一些准备，比如说你如果说是在一个风险比较高的行业，比如说你是准备创业的，你最好明年就把你的钱收一收，不要在国内创业了，起码。那比如说你如果说是在一个比如说一个特别容易裁员的一个 IT 产业，你可能考虑一下要不要去到一个银行的 IT 部门。你的可能薪水少一点，但是的话你的相对稳定一点，是不是？对，你会稳定一点。我觉得在明年的话，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稳定为主，不要想要挣大钱。股市最好不要碰。如果说你觉得你真的很厉害的话，你可以去碰股市，但是我不建议碰股市。反正你觉得明年经济，国内的经济，你看坏，是就我觉得是全世界，但是还是有相对嘛，就是说全世界都坏，然后国内也坏，还是？但是国内我觉得明年会更差一点，但是比世界还要更差一点。因为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啊，因为我前段时间的时候，我在看了一个就是不是前段时间习近平等于是连任第3任了嘛，那我就去看了一下2012年的时候温家宝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的时候的采访，他当时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就问他说，你觉得在你的任上你有什么遗憾？然后温家宝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房地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就是金融化，就他觉得说房地产应该是用来住的然后但是呢，大家现在都是用来炒的，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话是非常大的，他最后会导致我们的整个国家的崩坏，但是他觉得他在任上的时候可能遇到了很多阻力，他没有办法做好，他希望在下一任的时候能够重点关注这个问题，那我们也看到说我们看到了一开始的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中国有一次就是房地产价格的暴涨，那我们又看到了2021年的时候，2020年、2021年的时候，中国对于房地产的打压，那导致有一些房地产的一些企业破产，然后现在呢，我看到前段时间的时候开经济会议的时候，中央又说我们又要开始雇房地产企业了，给房地产企业提供最大的支持。然后万科的老总说，他的总结就是说，现在中央对于房地产的支持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说，他们又把房地产这个尿壶给拿起来了，又要去搞房地产。好，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是一种饮鸩止渴一样，而且它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有一个边际效应。你第一次用的很好，第二次用的 OK， 第三次用的时候就可能就没有这个，再也没有这个效果了。那他们现在又把房地产拿出来，我觉得意思就是说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只有走这一条路了。你是说还是要靠房地产来赚钱就对了？对，就只有这样子一条路，但是这一条路一定是饮鸩止渴的一条路，毫无疑问。所以我也不敢确定预测说明年买房地产会不会是一个好的一个想法，但是的话我对总体的这个国内的经济会很悲观，但我希望大家都就是备好降落伞，要是这个飞机要坠落的话，起码自己能不死。就是这样。好，所以你对明年的这个经济，国内的经济尤其感到悲观啊，所以大家就是保守一点。好 ，OK， 这是你个人的建议啊。好，他的个人建议要不要听？你们自己听啊。好 ，OK。好，那我能再说一个东西吗？我就再说一个东西，很快讲一个东西，就是讲，
因为讲到房地产，就大概给我2分钟的时间吧。就是就是说有一个数据，就是说，我大概是在4、5月份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说国外的有一些，就是说国外其实也是在国内有的，就是一个也叫野村证券的一个证券公司，有一个国际性证券公司，他提出了一个疑问，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对于国内的经济数据的一个思考，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国内的是，比如说4、5月份到5月份，它当时的房地产的这个涨幅是负的20%多，就是国家统计局出来的数据是20%多。但是同一年呢，就是说同一个月呢，就是说中国的前100强的房地产企业，它的销售额的这个总量是减了50%。也就是说，所有的龙头企业都减了50%，但是总体的我们的这个表现，他说只减了25%，这是一个数据上面搭不上，就是说你的微观数据和你的宏观数据是对不上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是说，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水泥，还有一些就是说用电量非常大的一些企业，他们的那个前一个月呢，前一个月呢，他们的那个增长值大概是有10%几。就是工业产值的大概有10%几的增加，但是他们的当时的那个就是当月的用电量降了20%多，也就是说他用了更少的电，他产出了更多的产出。所以说它的微观数据和宏观数据是对不上的，你懂吗？所以说国家的很多的经济数据，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去细究它的微观的一些细化的一些数据的话，你想要把它用细化的微观的数据去推算到这个宏观的数据的时候，是推不出来的，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个数据的。好。所以对于国家的这个经济数据，大家这些数据都是国家统计局有的，还有一些别的企业会去做的，大家都可以去看。自己去分析，然后的话，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觉得明年的话，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最好是保护好自己，然后的话也不管是身体上还是财产上，都是保护好自己。这个静待暴风雪的来临。好了，结束。静待暴风雪的来临。好 ，OK， 好，谢谢你啊，谢谢这个奈斯你的分享啊，谢谢。OK， 好，拜拜。好。来，下一位哦。